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垃圾箱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所在区域正常扔垃圾的公司。那这个公司呢，也负责扔建筑材料垃圾。我在网上看，很多朋友会询问，就说我们家有多少垃圾是什么材质的，比如说我们拆的柜子是木头材质的啊，我们有多少块。一般的垃圾公司确实是这样的，就比如说你要扔垃圾，你要告诉人你的垃圾都包含什么品种，每个品种有多少东西，那么人家会按你相应的这些东西和品种去算价格。如果你超了你给人家的品种，或者是你超了你所给人报的某一个品种的数量，那么人家就会多加钱。像我家今天租这个大的垃圾筐，你们看看多大，这么大。我们这个呢是可以混合装的，就是也不用报品种，我就是装修垃圾，随便你是木头也好啊，石头也好啊，还是水泥啊，还是塑料啊，都无所谓，这个只要往里扔就行。在德国你发现没，真的是什么都要钱。像早上起来公司把这个垃圾桶放在这儿就要收取35欧元，只是放在这儿啊。然后呢，它可以免费的7天让你往里面随意扔垃圾，扔什么都行，当然仅限这一个桶。这个垃圾呢是要按重量算费，没错，就是按重量算费。Oh my god！ 意不意外？1吨起，哪怕你扔一个钉子也好，不满1吨，那它也是按1吨算钱的。1吨是275欧元。看我家能扔多少吧，尽量节约点儿，因为这个实在太多了这钱。如果7天以后你还想继续扔垃圾，因为家里可能没扔完，那么继续可以租用这个1欧元1天，继续放在这儿。然后他们收取这个垃圾桶的时候，就要付85欧元收取垃圾桶的费用，也就是放这儿花钱，收取还花钱，扔垃圾了还得按称重花钱。就是在欧洲这边真是到处都用钱，而且价格很不便宜。但是我觉得也比按种类那种收费的公司要好一些，毕竟可能种类多的话，你要报多了，那他会收得很高。然后再加上你可能木材呀，或者是砖呀，或者什么东西算的不那么精准，那人家算精准化就要多收你钱。我觉得还是这样好一些吧，对于我们这种不喜欢算来算去的人，也就是数学不好的人。我家刚刨着瓷砖，我真拎2块给它扔里头，现在里面已经有几块我扔的了。完了，这一屋的袋坏了。浴室的瓷砖都已经刨完了，还有一些墙皮什么还没刨呢。现在我们就打算从楼上这个窗户开始把瓷砖往下放，这样就能够省劲儿了。把住啊！这一桶，走，拎下一桶去。有些天儿这么热，干这种力气活，哎呀，太热了。
刚刚发生了一点事故。朵爸续这个的时候，他没拿住，从2楼直接连桶一块掉下来，瓷砖4分5裂。然后还好我站的是相对于远一点的跟他说话，然后崩那个瓷砖比我站的距离还要远，崩了好几块都。看我家花园这个门口摆了这么多垃圾，都要清理了。这是朵爸搭的，这叫什么道？这叫什么道？你搭的这个叫孔孟之道。什么道？孔孟之道。孔孟之道。这样小车一车可以放3到4桶，直接从小车嘟到外面，到垃圾桶一倒。咱这个院子有一部分那个中间的部分是石头子儿的，这种硬的轱辘在里边它陷进去，它不走道了。但我就推不好这样的。这块也是石子。看看这个大桶，这么高，看我跟他比。来，二师兄，拿好你的爬犁。我感觉你像掏垃圾的。哎呀，你冒仙气儿的。加油吧！你准备好了吗，少年？我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，八戒？1次失败，滑下去了。用我帮你吗？哦呀，力气活怎么可能让你？好凉快。你这仙气儿都飞了。曾经我还是一个少年。经过了昨天整整一整天的清除垃圾，基本把所有的垃圾都清理了。本来我们预定的是10天，结果呢，朵爸没有看清人家回复的邮件是什么时候来取，他以为是明天来取。本想我们今天还有一天，扔垃圾时间，正好把这地上的地毯扔了。大早上我就听到了咣咣咣的声，我就感觉情况不妙。然后我就拉开窗帘，我一看，人家真的来取垃圾桶了，基本上是大半个垃圾桶我家清了，不知道多少钱，等到人家算好多少吨以后，再具体的给我们账单，那到时候我才能知道。清理垃圾的费用，我在投钱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过，你们觉得合不合适呢？是单独的分类清理，还是说这种杂混的清理合适？到底哪种合适？你们可以留言区告诉我，下期再见吧。
拜拜。